是行不行啊？好，我们的专业豪哥，眼前这一栏是吧？这一栏你的园游会的菜单吗？听说你把我紧急召回是因为这一栏。对，哦，好，这一栏是女神特别为第2航线开的加码的品项。哦，因为我们第1轮这个大航海计划其实出去颇受好评，那大家也蛮珍惜这样的机会了哈。那接着加码升级，加码升级，好，加码升级。里面是不是帮大家介绍一支你自己最喜欢的？我当然最喜欢。哇，你真会挑哎哈，就是挑鲜红，对，狼碎欧大斑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跟红有什么关系？因为黑色跟红色异常相配。对，哈，这个红色跟黑色是绝美的搭配，绝美的搭配，视觉上对都非常的协调。然后牌子还有介绍，就是我之前，这个之前那个试管的时候，第一次出现是试管，对，好像也是我卖的，好像也是我卖的，是一个瑞典的品牌，对，然后一个精美的木盒，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正装了，但是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非常非常的小众，是，那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果香并不是用传统的什么柠檬啊，然后葡萄柚啊种种，它是用的是奇异果，最有名的是奇异果 ，OK， 奇异果，好，你会觉得北欧的国家遇到了南半球的纽西兰的水果奇异果，到底是会擦出什么样奇妙的火烧？对，奇妙的火花哦，奇妙的火花。好，再来啊，这个就哇，这就不用讲了哈。对，你的黑宝石，对，黑宝石777，对，哎，不是换名字啊？对，换名字啊，换名字，对，没还没评选哦。你看，今天应该黑宝石就被换掉啊。对，黑宝石，对。我们还是讲，没有人会选黑宝。对。我还想说，你这个翻译来不如我自己翻就好，我还干嘛花100块？没有，因为黑宝石。好，那我高雄我也不去了哈，不要算我的，对。那黑宝石，其实黑宝石当然是这个名字当然是直译啦，而且怂又有力，但是很容易记住了。对啊，对，当然。它没有太多的绕弯弯啊，也没有太多的云里雾里的名字啦，哈，云里雾里名就是直译黑宝石。对 ，OK， 好，高级渣。OK， 高级渣，然后这个好像是个德国的品牌吧，我记得那个在许愿有看到，然后这个德国的品牌，德国的沙龙香品牌，因为德国沙龙香其实很小众了，因为那时候我有看，因为非常有印象是它这个头有点像雅曼尼的高定，只是它是缩小版，是，对啊，那这个德国因为这些年都专心于工业嘛，哈。所以比较少听到他们的香水产业，他们缺乏一些浪漫，一丝丝的浪漫，因为他们比较个性上比较一丝不苟了。对啊，对。那你要叫他弄这些，他可能并不是他的专长，他专长就是把东西 SOP 流程化。SOP， 对，他在欧洲之余就是我们亚洲的日本人的感觉啦。对，凭借的不是这种文创产业啦，也不是这种。美妆，然后凭借的就是强大的制造业，强大的制造业。对，好，那你今天帮我们分享一支其中一款，这个好不好？日本公主啦，当然是唯一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日本公主哦。好，日本公主，所以它这一支是什么公主？松下公主。松下公主，我们都俗称她叫日本公主啦。是日本公主。OK。这也是你航海清单里面其中一个想要选的就对了。它是我第一个想要选的。OK， 因为它这个红色就非常适合。然后这一个为什么那么红？我觉得我们之前有拍过绿色的嘛，1872。那让大家看一下。哇，水当当。对，水当当。而且你看在这个白底上面，呈现出来。哇！而且你看瓶子后面还是手绘的瓶身，这应该是之前的版本，这应该是更新了之后，相当的漂亮。好。
来，那这一支为什么你会是第一个想收藏的目标嘞？因为我其实第一次去闻的时候就有惊艳到，因为我本来看香调表觉得是一支很普通的木质调，但是没有想到它是一个非常清淡的，但是却是高雅的味道。但是重点是我没有想过，原来把茶加进去之后，闻到的并不是茶的味道，而是它的茶非常非常的淡雅，有点像抹茶的的意思，就是 OK， 其实它是很日本的一支香水对。但是不要提到日本就觉得是非常清淡，但其实它是非常显香的一支日本香水。对，因为你看松下公主嘛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描写日本皇室了，是日本皇室。OK， 万世一系的。对，那它可能或许又以公主来代表她的清新，或者是她的年轻，或者她一定是年轻。对，因为日本皇室规定，只要公主出嫁之后是不能就马上会从皇室的名单中移除出去，就必须立刻。对，立刻。只要你一结婚那一刻，因为是天皇是没有姓的，所以他只要一重夫姓就不是天皇。全日本没有姓的就有天皇。你看都是我们只有讲他的年号。对。但是我问你天皇姓什么，你就所以天皇是没有姓的，因为他是神性了，就是以前把它描写成是神了，不是人，所以他不会有人的姓氏。是。所以当日本的女性公主一嫁人，一重夫姓，她马上就会从皇室就那个 OK， 又让我们学到一些历史的典故了。好，我们试一下日本公主。来，你看这全新的都还没有喷过。那个谁要试一下日本公主？日本公主，哇，是不是跟我日本公主、松下公主？冷杉，我跟你讲好吧，松树，我跟你讲好吧，哎，和式榻榻米的味道。真的吗？和式榻榻米的味道，他用茶去带出来这种和式榻榻米带出来的那个清新的味道。我有闻到昆布的味道，你可以把还是柴鱼昆布。你知道吃那个冻豆腐上面是不是有那个什么柴鱼吗？是吗？一片一片的。对。有没有？你看我讲的对不对？我真的想拿手机敲你，真的有啦，从高雅和式变成柴鱼昆布。有啦，紫苏你有闻到紫苏？这很多日本元素闻到的元素都会在这里面哦。它是很多日本元素。哇哦！我第一次闻到的时候就觉得，当然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出国了，就是你去日本的高级的温泉饭店，因为基本上是睡在那个榻榻米身上，因为它没有床嘛，对不对？它是在榻榻米上面铺了那个床垫，然后你就开始睡。那个味道真的好像非常舒服、干净的榻榻米，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在榻榻米上面睡，很少失眠，因为那个味道让你觉得太放松了，你一下就入眠了。对，就比你睡在正常的床上要更容易入眠。对。因为它有榻榻米香就对了。对，我对于那个笑很大声的非常不满意。对，好，来，其实我要请你们说一下你们的感受了。对，不要再讲昆布啊。我觉得它有点花香在里面哦。试试看，来前调。香柠檬、粉色胡椒、肉豆蔻、荷仁。中调是马黛茶、中国茉莉，还有沙巴茉莉、玉创木。基调是麝香、木质元素、冷杉。你看，琥珀，所以我没有唬烂啊。冷杉一开始就出来了。而且你知道最厉害是什么？因为通常我们讲茉莉啊，通常就会茉莉，但是它有把产地写出来。是，对，OK。沙巴茉莉跟中国茉莉，对，它用2种茉莉花，用白花淡雅，但是却不会音朵太重，让你晕啦，就是那种很浓厚，就是那个白海星跟白海星完全是天差地远，就东西两边不同
白花的呈现。其实它最主要还是一支带着茶香的木质调啦，花只是点缀其中啦。哦，茶香，对茶香，你可以闻得出它的花香，但是它那个花不是那种白花，非常明亮、大明大方那种，不是哦。对，它的花藏在这个茶香里面，对不对？若隐若现的，对不对？就跟东方人的东方人的是什么呢？东方人比较。对，西方人开放，东方人怎么样？东方人比较保守，对，比较淡雅啦，低调啦，比较没有西方那么张扬的味道。这个味道让我闻到了，你知道，那末代武士不是有一出画面？差不多，对不对？末代武士有一出画面，那个女主角小雪，她不是在溪边洗澡嘛？她是有穿着她的日式的袍子。然后浴衣啊，那叫浴衣啊，对，然后在溪边取的这个清水，溪流的水哦，然后再洗头发跟洗身体，那我觉得这个味道就非常像是在这样的画面里面，哦，它带一点清幽的茶香，那有一点深邃的绿感，哦，很像在深山里的溪流边这样子，相当淡雅，相当舒服。所以它是一个英国品牌，却创造了一支非常非常适合东方人，有东方人恬静淡雅是风格的一支中性香水。对，恬静淡雅，这个厉害。你觉得这一支适合男生还是女生呢？稍微偏女一点，但是其实男的也可以啦，男的也可以。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味道，然后也不张扬，也不张狂，然后淡淡悠悠的，却让人家没有办法忘记，就是它还是会闻得到一丝一点点的是清香的味道。对，那个叫他过来拍的，你刚刚说悠悠的，他说那是他已经申请了那个专利。哦，对，悠悠是他用的，悠悠，他的是英文的悠悠，我的是中文的悠悠。好，那你觉得像你呢，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跟衣着嘞？这个的香水可能使用上就是你需要一点点香气，但是不愿意实在是它适合人多的地方，就是人很多的地方，但是你不希望你的香味太张狂，去影响到别人，去影响到别人。是，对，我觉得这一支它非常的持香，它也算显香，可是它的显香却是那种不张扬，不会一直扩散出去影响到别人的这种，那它会隐隐约约的就贴在你身上，那你会时不时的就想要拿起来去品尝它一下。它也是有的CEC惯有的，就是一瓶里面大概是150种以上的香材，是对，它只是有的，因为太多了没有办法写出来，但是所以它真的是一支非常高品质的温柔的木质调，应该是温柔的木质调，对，温柔的木质调。而且我觉得用这支香水哈，我刚刚喷在手上嘛，就很像在喝茶一样。你喝茶喝这个，你在品茶的时候，你不会一口干嘛，对不对？你不会把它一口喝掉，你会拿起来一小口，然后品尝一下再放回去，品尝一下放回去，跟我现在的手势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味道会让你一直很像在喝茶，一口接着一口，然后你不是一下就把它狂饮，那你会放回去。然后聊一下天，然后再拿起来，再品尝一下，再放回去，大概就是一直这样子的动作，很像在欣赏这一支香水，也是跟喝茶一样。它的虽然香材里面有马黛茶，但是给你的不是欧洲马黛茶的感觉，又烟又熏又浓，它反而用马黛茶带出了一点点日本抹茶的味道，就是那种清淡，是，对，所以它里面充满着满满的日本元素了，应该讲满满的日本元素，所以这对于一个欧洲的牌子来讲是非常难得，就是把东方的精髓做出来。
哦，是，但这个东方精髓，你不要联想到东方香材哦，不是哦，不是那一种不是，印度或者是那种非常中亚啦，这完全不是中东调，对，完全不是，它就是蛮日式的，对，哦，它的它应该是北亚的香材，就东北亚，它呈现于东北亚，是东北亚，好，讲真，难得一支非常非常日本的香水，对，日本香，如果你喜欢东京的话，就是那种比较清淡一点的，你也可以来试试一下这支。我倒觉得它比较像京都，比较有历史文化。因为京都本来就是它的皇居嘛，本来是皇居啊。对，是。虽然他们现在住的是东京，但是他们都是讲他是东巡到东京。好，就跟清朝皇帝逃命都说他去狩猎是一样，对外都讲都狩猎，秋狩哈。对，其实就是绕跑。是。好，那我们待会回来。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后调，没问题。我觉得它后调还会有不同，待会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后调回来了，来，我现在这个后调是茶香，而且这个茶呢是已经，它不是一杯热茶，它是一杯温茶啊，对，它是一杯温茶，而且那个茶叶是已经从本来是干的到舒展开来的，对。哦，这大概就是第3泡的感觉。那我现在还有闻到稻米香跟榻榻米香，这两种是不是像榻榻米，对不对？真的有榻榻米味道。是，哎，稻米是更接近。哎，非常拟真的一个，我是觉得非常拟真榻榻米。可能，对我去日本的时候比较那个，大部分都是睡榻榻米。对，哎，我喜欢这味道，它也有一点，你知道吃寿司的时候，它是不是会有那个竹子的卷，那个一片有没有？一片这样子，然后把那个寿司这样卷起来，有没有那一种？有没有？我觉得它也有那个一片的那铁火卷啊，那铁火卷，那叫铁火卷，那叫铁火卷。对，它也有这个味道在里面。对啊，这很茶哦。哎，因为茶道对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，对，没错，是吧？茶道也是学习有非常多的工序，做人精神，对，也在茶道里面。好，他们的所谓的匠人精神是吗 ？OK， 所以才会有叫千利休嘛，他就是茶圣，他就开茶会嘛，就是很多诸侯就是以参加他的茶会为荣，对，能参加他的茶会，表示你的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层级了。我越来越喜欢他带出来的后调，没问题，让人家非常有素养，对，对，那它是充满文化的香水，是，就是你不多说话，人家都知道你有文化，对，那一讲出话之后，就没文化了，不是？一讲出话之后，就更让在你的文化的内涵当中，顺便带来了嗅觉上的文化，好吧？嗅觉上的文化，对。那你多说一下，现在后调怎么呈现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，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温柔的木材，而且在市面上大概没有类似的香型啊，没有类似的香型。因为我闻到现在第一支出现这样子这么纯粹的榻榻米香、稻米香，还有茶叶香。它的木质调就很像和式，有吗？你把那边贴着那个宣纸的那个推门，对，然后在那边泡着那个叫什么抹茶，坐在和室里。对，外面可能有一些日本造景啦，有石头啦，有松树啊，有没有？这画面带的真好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让我想起。然后我们2个在那边研究，对，今年赚了多少钱？然后没有这样，我不是这种人。我一直看数字，然后一直皱眉头，对，一直皱眉头，想又欠了多少钱？对，要跑多少路了？对。这让我想到，你有没有去过那个什么孙立人纪念馆？台北市南长街那边，你没有去过？没有啊。下次我带你去那边吃饭。真的啊，他有这个荣幸。真的，我为什么会知道那一间？因为我会计师带我去的。那这个孙立人将军，后来他改成餐厅，住的地方，以前他住的地方改成餐厅。应该他被软禁的地方吧？应该这么说吧？是吗？是这样吗？不晓得。那他现在餐厅旁边也有改咖啡厅，也是这种日式的老屋哦，然后有院子哦。
那也是有你刚刚讲的那个画面，松树啊、柏树啊之类的，那一片绿油油的，在这个日式的老房子，从窗内看出窗外，它的咖啡厅现在就是你刚刚讲的那样子。有机会，我带你去那边喝一杯咖啡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就谢谢一哥。那你再记得把卡拿出来刷一下。哦，又是我的卡哦，对，又是我的卡，是。对，熟悉卡。对。好，那这一支我觉得非常的有特色，近期都没闻过类似这样的香调，没有。我可以说它是我闻过大概，你不需要形容，也不需要它的名字，你一闻它就是一个日本风味的香水。非常的忙碌。好，那回过头来，这一支你会给它什么样的调？我觉得它还是属于一个后面就木质调啦，对，木质调，它最后还是为所谓万归宗在所谓的木质调里面，但是它木质调不是一个很无聊单纯的木质调，而是就一开始就非常木头，就是森林的味道，不是，它带给你的是一种庭院感的木质调，庭院感的木质调，对，庭院感的木质调，就是不是那种大树非常参天那种，不是，它就是应该讲是造景的木质调，造景的木质调，日式庭园的木质调，对，日式庭园的木质调，一切都非常的日本，大概，而且它因为它没有类似的香型，所以我可以说它的嗅觉的记忆点非常足够。你只要，就算你不知道名字，不知道瓶子，就算突然有人喷这个味道，你一闻就知道啊，日本公主出现了。对，就是日本公主的味道。好，相当好。那你可以把它定调在木质调。木质调 ，OK。好，那木质调0到10，你给几分？我给它10分了，因为它太特别了。对，太特别了。它跟我熟悉的乌木啊，各种不同的木头啊，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。是，但是你还是闻得到它的造景的，就是日式庭园的木质调。对，如果你没有，因为大家其实都在台湾，因为疫情大概都已经关了2年到3年了。当然每个人都很渴望出国，尤其是去我们最喜欢去的国家就是日本。我没有，对，好。你没有，因为文化人跟我们这种一般要去购物的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这种去娱乐的是不一样，知道吗？娱乐的哈。对好，那我会给它是榻榻米的木质香，对，茶香木质调，对。那这个茶香木质调因为太特别，我近期真的没有闻过这样子的调性，我整给它10分。绝对10分，这也是为什么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今天要特别挑这一支。好，这也是在我们航海的其中清单之一。对，我相信今天我跟豪哥一起闻过之后，我敢保证这绝对会出乎你意料之外，就是点阅率可能会第1名啊。这支对，希望啦但值得你试试看。看看我们的影片，跟你实际拿到之后，对，闻起来的感觉，对，有没有接近？对，那你才知道说，其实我们拍的影片都是确实是说到位的。因为我可能没有缺乏你那种意境的描写啦，我其实最主要还是味道的描写。对啊，味道的描写，我啦 ，OK，因为我一定要知道这是什么味道。对，我们没有办法教别人自己没有的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你知道之后，你才有办法去分享给别人嘛，因为太多的修饰形容词，其实有时候就讲的是意境，因为每个人不一定都会有那个意境嘛。对啊，OK， 好，谢谢豪哥今天为我们分享这一支松下公主幸之助的公主，对，公主啊，公主，公主，对， okay， 好 ，Cliff Christian， 对，大航海第2航线，对，起航，对。现在那个希望不知道哪一个可以选到这一支，是回去好好体验一下。好，拜拜。